哈喽，各位骚棒，今天咱们要盘的这个片子，我爹妈看完之后无 emo 了整整3天，感觉脑干都被编剧的骚操作给盘包浆了。开局女主静雅深情旁白，说我们家很穷，爸妈是月薪3000的工人，住的地方破破烂烂，突出一个家徒四壁。我寻思这不挺正常的吗？直到他话锋一转，说他怀疑他爹妈身上藏着一个能要全家命的秘密，我直接好家伙，这是傻子家庭。都市潜伏版父母爱情。就在我以为这只是女主的外网文式幻想时，她那个逆天的妹妹雨轩直接开大，震撼我一整年。她刷爆了老爹的信用卡，还把房本给抵押了，就为了提一辆崭新的保时捷。我勒个去，这操作，当代樊胜美见了都得磕一个，直呼内行。老妈当场两眼一黑，直接一个战术性昏厥，堪称身临其境的神级演技。面对全家的指责，妹妹雨轩却是一脸你们这群经验宝宝懂啥的表情，淡定的宣布别装了，咱家是首富。我当时就跟女主一样，头顶缓缓冒出一个问号。首富？就你们家这过年才能吃上排骨，塑料袋都得洗干净循环利用的抠搜劲儿，你跟我说这是首富？这怕不是对首富这个词有什么误解哦。老爹老妈那叫一个痛心疾首，捶胸顿足，表示我们就是普通工人，你这个败家女要害死全家啊。有一说一，这演技强烈建议纳入北影表演系的反面教材，实在是太浮夸了。但妹妹雨轩显然是个高端玩家，直接甩出2个致命的逻辑炸弹。我3岁重病，普通工人能包专机带我去京城看病；我姐学艺术，普通工人能眼都不眨掏出50万学费。这下轮到老爹老妈绷不住了，开始疯狂找补，说傻子飞机是好心网友众筹的，50万是求遍了亲戚借的。这理由你觉得我信吗？反正妹妹是不信，她表示你们的谎言就像筛子，到处都是窟窿。今天我就要当一回名侦探柯南，揭穿你们的真面目。接下来就是全剧第一个高能场面，妹妹指着墙上一副丑到哈人的十字绣，说这玩意儿后面藏着保险柜。我寻思这剧情也太老套了吧，爹妈当然是抵死不认，各种拉扯。结果妹妹直接化身蜘蛛侠，爬上桌子就把那十字绣给撕了下来。然后后面是一堵光溜溜的白墙，我特么也惊呆了，这致命空大，妹妹怕不是疯了吧？全家人都觉得她受了刺激，连姐姐都准备联系精神病院了。然而，你以为这就完了？妹妹突然仰天长啸，说你们这2只老狐狸演技真好啊！原来她早就料到爹妈会把保险柜拆了，用水泥补上再刷层漆，但新漆和旧漆的色差还是暴露了你们。我爹妈这波反转，这波心理博弈是在打什么高端局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妹妹又掏出了终极武器一把钥匙。她声称这是瑞士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是老妈当年塞给她当护身符的。老妈的脸色瞬间跟调色盘一样，只能嘴硬说早就丢了。眼看就要图穷匕见了，妹妹突然对着姐姐静雅开大，甩出一个终极 debuff。姐，如果我说你早就死了呢？你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我爹妈，我的头快要裂开了。这剧情从家庭伦理剧1秒跳跃到悬疑惊悚片，编剧你是不是打 Apex 被人疯狂补刀了才写出这种剧情？这下全家彻底乱了套，爹妈把妹妹关进房间，请来了心理医生。可妹妹贼心不死，隔着门疯狂给姐姐输出，细数家里那些离谱的好运气，什么18岁生日包下维多利亚港看烟花了，什么欺负你的校霸全家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什么车祸住最好的私立医院了，每一个巧合都像在静雅的心里疯狂种草。终于，妹妹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带着那副价值连城的丑陋十字绣直奔拍卖行，发了最后通牒：如果这玩意儿一文不值，我自愿去精神病院；但如果它价值连城，你们必须坦白一切。一家人穿着地摊货冲进富丽堂皇的拍卖行，画风那叫一个清奇，被周围人当土鳖一样围观。当那副十字绣被呈上台时，全场爆笑，都以为是工作人员拿错了。然而，当白胡子老专家颤抖着戴上白手套，宣布这是失传已久的用金蚕丝和孔雀羽线织成的前朝苏绣孤品福寿绵长图，估价至少300万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信了，女主静雅信了，屏幕前的各位骚棒，我想现在你们大概也信了。过去20多年的贫穷人生，原来只是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妹妹当场就要飘了，
觉得买个保时捷算啥子，咱家钱多的跟爆米花一样。姐姐静雅却冷静下来，反手就把保时捷挂到网上卖了，说要回笼资金，清理垃圾。这下轮到妹妹慌了，她冲上来阻止姐姐，说你这样会害死全家，我们的钱来路不干净。这角色互换的，前一秒还是钮祜禄宇轩，下一秒就变回了傻白甜宇轩。姐姐步步紧逼，让她说出真相，妹妹却吓得屁滚尿流，说啥我们都会死的。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威胁电话打了进来，阴恻恻地告诉女主，我可以帮你设定一个新的结局，一个注定是悲剧的结局。好家伙，谜底揭晓了一半，又挖了个更大的坑。这300万的刺绣，这瑞士银行的钥匙，这神秘的仇家，这迷雾重重的家庭，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女主到底死没死？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的猜测打在弹幕上，反正我是小不得了，我已经彻底被这逆天剧情给整不会了。